天真的幸福的亮亮，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共享。看那太阳的光线，还有大雨的形状，你是否忘记昨日忧伤？天真的幸福的亮亮，带你去月球奔跑吧！没有烦恼，回忆向往都在远方。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花儿与少年》第6季，尊享超前营业、《九游记》加更版等更多精彩衍生。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Mango TV、马来西亚电视台 Astro QJ 频道收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花儿与少年》第6季花少预言家100人看片大会的现场。现场呢有100位的媒体老师和自媒体的博主，从全国各地相聚在我们花少家，一起超级 SVIP 提前抢先看。那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的到来。现在我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来自花少导演组的代表，《花儿与少年》第6季的制片人、总导演李超哥。花少的编剧统筹，同时也是我们的2姐宋茜的 PD 瑶瑶，5姐周雨彤的 PD 强强，小妹邓恩熙的 PD 三金，大哥侯明昊的 PD 贝贝，4姐京城的 PD 盼盼。那么在这一次看片会中呢，我们希望各位预言家们不仅能够畅所欲言，你们说我们听，因为我们这个导演组主打一个听劝同时希望大家对我们未播出的片段提出自己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分享你们想法，我们一起来把更好看的内容带给花少的观众。谢谢大家。话不多说，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能回答问题的不一定是答案。这粉香谁的粉？是这儿吗？你是说这个人民币？等等，明明是日落3天，怎么可能看到日出呢？真实的信息是最佳日出。我走了啊！我给他拍。从那出，从这边出。没事，我倒一下。没事，姐，习惯一下，手动挡车都这样。哎呀妈呀！哎呀！这咋了？你行不行啊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吗 ？Let's go！ 好慢点啊！来，3、2、1，说9就9。对吧？人人都喜欢你，多可怕！人人都喜欢你，就代表没有人真的爱你。接受自己有缺点，人如果没缺点，你太无聊。人就应该有缺点，就应该有点毛病。是。真的。好，这个就是我们上半部分的一个内容。我其实发现第一个笑点是在哪儿？第一个笑点是他们去追那个太阳的时候，侯明昊一声跑，然后大家发现那个摄像机掉下去了。我觉得咱们拐过去其实就到了，咱要不用腿儿的跑的？好，走，慢点啊。山老师，你分享一下吧，追日出感觉怎么样？特别爽，只能说特别爽，因为其实很简单，就大家看到3个艺人，其实就只有3个摄像，然后那一台车其实最后就只上去了1个摄像，后面的2个摄像才大概比第1个摄像晚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所以大家看到前面只有1个镜头在拍，后面才慢慢多镜头了。
这是我们摄像统筹，这是花少的摄像统筹，我们的汤唯老师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现场。这季艺人就是那个说9就9，他不走寻常路，经常有我们赶不上的时候。后面还有吗？分享。因为我们的摄像老师都非常的努力又非常的专业，所以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的可能性跟上艺人的脚步。不管艺人是上地铁也好，上的士也好，还是上其他的交通工具，骑摩托车啊、骑马呀，反正我们的摄像都会跟上的，永远不会把他们跟丢。听一下各位的想法。我觉得年轻人啊，出去玩，总要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嘛。当大家都持着不同的态度和立场的时候，然后去进行一些碰撞，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并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我觉得侯明昊他在跟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歌感特别重。但是他本人一个人有自己的氛围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青春，特别有少年感。田家瑞他其实一直在算钱嘛，然后在做钱的规划，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说是要出一个词的话，就可以说是田家瑞是内娱掌管会计的神，掌管靠谱的神这样子。2位小朋友就看起来特别像我们刚入职场那种状态，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后面出现了周姐，然后侯哥啊这些前辈吧，就会给你一个指导。这个时候2个小朋友其实是倍感温暖的，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就是会成长得非常快的一个动力。我们会感觉到刚刚有很多那个很感动、很动容的瞬间，就是会感觉他们的关系的确在逐渐的靠近。因为其实人建立关系不是靠那种我们很开心的时刻建立关系，而是靠那种在我脆弱的时候，在我焦虑的时候，在我感觉受挫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有人可以接得住我。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一季的花少团有一种非常情绪稳定的疯癫感，他们的磁场是互洽的，就很开心吧。看完之后，然后也能够 get 到一些可能网友们比较喜欢讨论的点。好，观后感分享完了，想提个问题。您提。很难得能够跟主创能够就是面对面的对话嘛，然后就是想让 PD 老师们分享一下后面你们觉得最值得期待的事件。我说一个啊，就是我剧透一个，就是这一季后面至少有4、5个人爆哭，每一个人的哭的理由都不一样，这个可以大家期待一下。恩熙当导游的这前4期都看吧，然后包括他最后卸任导游的时候，那个也还挺动容的。我剧透一个，就是在法国了，有人手机丢了，挨家挨户找，挨家挨户敲门，那最后找都没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猜一下是谁这么迷糊。还有没有提问的？我比较好奇啊，就是 PD 他在节目里到底是担任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工作有3环吧。对，就是可能第1环是我们围绕行程去梳理我们这一季可能发生的一些故事，然后第2环才是大家看到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可能会陪同艺人，然后进行一些记录，然后走完这个全程。那第3环可能是在后期，我们也要坐在机房里面去梳理每天大家发生的事情。所谓的 PD 的这个拍摄过程中，只是我们工作的1环，它可能也就是一个1/3的一个工作。那更多的在现场，我们都是进行一个故事的记录。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当他们遇到矛盾或者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嘉宾吵起来或者争执起来的时候 ，PD 的关系也会紧张起来吗？他们不吵，我们也很紧张；他们不吵，我们也很紧张。
开玩笑，其实我们的初衷都是一个，因为我们20多天陪伴，弟弟妹妹、哥哥姐姐们，我们都还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他们是很可爱的人。那我们在后期呢，肯定是希望我们看到的这些可爱的点，可能观众也能看到。因为其实花少这个节目很特殊，就是任何一个艺人他来到花少25天的一个24小时的记录，然后没有台本，没有什么流程，完全是他自己这样真实的展现自己。我们都是一个初衷，就是希望真实的来的嘉宾，他们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然后并因此喜欢上他们，那我们肯定也是那个很开心的。所以能多1秒的可爱就多1秒的可爱。然后大家在之前不是都填了我们这个大师的预言卡吗？有一位小伙伴他说田家瑞成为了坦桑尼亚的导游吗？超哥，他这个预言的对还是不对？对的话举紫色牌子，不对的话举黄色牌子，好吧？你想一下，到底是坦桑尼亚错了，还是他没有当导游？荣梓杉弟弟会克服社恐，由 I 变 E。算了。周雨彤和邓恩熙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好的，揭晓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第4期，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了我们这一季解锁每一个嘉宾避免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特征啊。好，来，我们3、2、1，请看片。哇，我看到盐湖了。姐，你好像没什么可留恋的了。这个世界上你好像没有什么可留，你这两步道走的，感觉对这个世界已经很没有留恋。妈，这个我绷不住了。晨儿姐，快，晨姐，别烦我。咋的了？吵死了。我给弟，来吧。晨姐生气了。他生什么气？好，我们这一次看的所有片儿就结束了，发现有几个小姐姐默默的抹眼泪儿。我相信看到那一幕之后，现场很多男孩子都会有感叹：哦，这至于吗 ？OK， 朋友们，至于，好吧？因为我身边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她们会在很多时候看起来敏感、脆弱又多疑，但这正是女孩子所拥有的众多特点和优点当中的其中一部分。站在我的角度呢，我对她在现场的那一瞬间 ，OK， 接下来后面再来解决也可以理解，这是90%的男孩子都拥有的钝感力。就我想为他点赞的点是在哪里？是他愿意自己主动的去解决这一个问题。其实我是站在那个角度上面，我觉得我是当场我会哭的，就是他扔给我的那一刻，我是会立刻流下眼泪的，我会觉得委屈的那种。我特别的懂被忽视的那个点，然后而且是你叫我过来做这件事情，结果你又不了，然后我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就特别的能有那种代入感。其实我就是在说那些的时候，我就瞬间之间共情了，我就非常想哭。我觉得上一季给我的感觉像一个乌托邦，我们就会很向往他们之间的那种很成熟的那种表达，人和人之间的感情，还有他们那种精神状态，让我们觉得很先进。到这一季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素人感更强，然后所以看起来会更有代入感，比上一季更能共情。上一季是向往，这一季是代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会有2位艺人嘉宾，分别是侯明昊和田家瑞，可以在线回答大家的问题。好 ，OK， 我们现场及时加入我们的田家瑞老师。哇，这么大场面啊！它是语音入会，没办法那个视频。对，继续用语音的方式跟老师们来交流一下。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看到你们了，哇，联手力。好的，嘉瑞老师您好，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在您开那个手动挡皮卡车的时候，面对了那么多次的熄火，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是有非常多的挫败，然后同时面对你的一起的小伙伴们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焦虑，包括可能有一些愧疚。我们其实很好奇，你是如何在当时的那个情境，或者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很快的就调整好了情绪的。我们想知道你是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你平时有什么样去调节自己情绪的办法吗？
大家当时在车上，豪姐啊、倩姐啊，包括彤姐、陈姐给我的一个状态，还有弟弟给我的一个状态，都是很放松的啊，说一些会开一些玩笑，说没事儿，弟弟没事儿，说一些 don't worry 啊，说弟弟跟我就说开玩笑啊，这个就会缓解我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情绪了，让我有了很大的一个信心，然后包括之后也是，大家会找我聊天啊，会问我啊，会帮我缓解情绪啊。好的，谢谢您的回答。田佳瑞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网上嘛，大家都有提到说这一次有一种平静的风感，就是对，您作为这个参与者和制造者，您自己就是对这个词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这次咱们这个团的营造出来的这种平静的风感。没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准确，也非常非常的就是言简意赅，就是确实我们9个人看起来都很平静，但是实际上其实个个疯起来也确实是谁也刹不住车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一个概括，然后大家又同时能在这个团队里呢，该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大大方方的解决问题，提出问题。我觉得整体我们相处下来都是一个很融洽、舒适、相互包容、理解的这么一个氛围，所以说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后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有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一些不期而遇的问题，然后从而增添了很多美好。对，谢谢。可以给我们预告一下后面的精彩剧情吗？大家期待一下坦桑尼亚吧，好不好？就是这个整个坦桑尼亚的旅程，我觉得全在我的风感的点上。然后动物大迁徙啊，然后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震撼的，包括就是看到了一些动物之间的厮杀呀，然后引发了自己一些的感触。我觉得大家有时间的话，真的坦桑尼亚值得一去啊。我想问一下佳瑞，你当年考科2的时候挂过几次啊？没挂呀，1把过。该说不说，这实话，1把过。您在第1期的时候说自己带了特别多包榨菜，我想知道那些榨菜吃完了吗？吃完了，直到最后坦桑的时候，我们还有呢。那作为就是不喜欢吃西餐的老师，您能有任何一个让你觉得好吃的东西吗？都好吃，只能是在我的认知里哈，在我的这个它跟我的胃不太匹配，所以说我是选择对薯条蘸番茄酱。好的，那就谢谢小田。拜拜，多久？久了。我们小侯老师也马上要连进来了。哎。想要成为小侯的旅行搭子的老师，请举紫色牌，让小侯看一看，好不好？我这看不见老师。我看不见，等一下我跑一下，来看一下，这是我们100位媒体，大家想要邀请你成为他们的旅行搭子。哦，老师，其实我还是看不见。哦，那你要划你的屏幕，不是划我们的。是吗？哦，我看到，哎呦，我天哪！我跟你们说话呢，我以为我是跟一个人说话呢。哦，我终于看见了。Hello， 哎呀。想问一下侯老师，有没有看到那个微博热搜？就现在都让花少节目组还你妈生白皮，他们都说你晒得很黑。是，我觉得的确是晒得很黑。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这个肤色，这个手跟脸的肤色。但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肤色的，说实话，我就特别想感受那个敞篷那个越野车在那个丛林中穿梭的那个感觉，所以当时我就不太想那么刻意的去防晒。当然这个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然后前2天我们拍一场感情戏的时候，让我那个手要放在那个，可能跟女生的手会有这种交互，然后结果就发现一个巨黑的手和一个巨白的手。可不可以给大家泛撒一下？可以泛撒一下对着镜头。哦，我想想啊，咱其实真的不太擅长这个。好帅！
然后手还做了3个，是一个破碎的爱心，有一个破碎的爱心。然后想问一下，能不能给花少每个人想一个担当啊？就是相处这么久下来。豪姐呢，就是大家长担当，大家长，因为豪姐特别有生活经验嘛，然后经常可以帮到大家很多细节的一些事情。倩姐我觉得执行力特别强，然后呢，就是处理事情的能力也特别强，然后但同时她也有特别温柔的一面。然后叶姐，我觉得叶姐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对，我觉得就是知性和感性担当吧，或者说是共情担当。晨儿姐呢，她是搞笑加抓马担当吧，然后也算是气氛担当。周儿姐呢，我觉得是情绪价值担当和拍照担当，因为她拍照真的很好看。妹妹，我觉得是，其实她是一个很成熟的小孩姐，可能如果看到后面的旅行，可以更加的了解她。然后我觉得小田儿就是整活担当，对，整活担当。然后小孩哥，我觉得是团宠担当，我是情绪稳定的神经病担当吧。想问小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今天在现场很多老师都预言了，说我们这一季9个人会有很多组 CP， 然后说是不是有哥哥姐们大家内部也会磕 CP？ 想问一下，在这个团的内部，小侯有你磕的 CP 吗？这个我有点磕小孩哥跟小孩姐的 CP，因为就是他们2个年纪都很小，然后处理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哥哥姐姐们那么有经验，但是他们2个经常互帮互助。然后呢，同时他们2个其实之前就认识对方，所以呢也会经常的调侃，也会特别多就是喜感的东西。我觉得就是2个小孩相处挺可爱的。好的，谢谢小侯。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花儿与少年，然后也希望花儿与少年可以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还有旅行中的一些惊喜吧。辛苦了，老师们，辛苦了，我这开工了。现在到了我们主创答疑环节，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尽情开麦了。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我们的编剧老师，今年这一季的9个人当中，谁是最不好带的？在花少这样一个模式里，我们节目组可能更多承担的是一个记录，而不是一个管理。就是他在这个坦桑尼亚要坐船回北京，可能我们也不会管啊，我们也就是一个记录。所以从我的角度讲，没有什么最难管或者最难带的。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就是我们在选这个花少团的时候，就有什么有没有一个什么基准，就选择这些这个艺人的时候，就他们有没有预先的设想一个他们的一个担当？花少的选角更多的核心，我们其实是看到的，就是我们希望看到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所以那在整个的前期选角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见大量的嘉宾，可能这一季我们见的比上一季的嘉宾可能还要更多。然后那整个的这个见嘉宾的内容，我们其实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的。这包括当中会有很多的关于旅行当中的一些场景或设定的东西，会让他在那个当中去做出他自己的一些选择和判断。那收集完所有的嘉宾的反馈之后，回来我们自己还会在内部开一个这样的一个讨论会，然后在那个时候才会去涉及到所谓的这个嘉宾他进来之后，在这个团体他会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和方向。明白，好的，谢谢。然后最近就是有一个热搜词条，然后那个词条下面呢有一段9分钟的视频，被网友称作是尴尬9分钟。然后部分网友说，就是这一段表现出来的内容有节目组恶剪的嫌疑。然后我想问一下导演有什么想解释的吗？首先第一个，所有的这些所谓大家的花少的名场面也好，我理解的这个不叫尴尬的9分钟。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大家会在旅行当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刚刚我们看到第4期的这一段，那也是真实的内容。包括你们看到的，就第1期，在那个转复活节岛的登机那一下，因为当时就是只差3分钟，然后那个登机时间就截止。然后呢，在这个事情上，当下我及所有跟整个团队讲的就是，如果他们误机了，那我们就陪着他们留在这边。而且我也相信，其实每一季的《花儿与少年》其实都在讲的是一个新的故事。
我们从前期到后期可能都希望用最真诚的方式展现最真诚的内容，然后以及展现嘉宾最真诚的样子，所以这可能是花少我们在做内容上一直坚持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我想讲的，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可能整个的花少就是它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在，就是所谓的这种叫旅行之神的眷顾啊。你比如说我们到了复活节岛，在我们登岛前，然后当地的制作公司告诉我们，就接下来3天会是暴雨。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焦虑的，但其实到了之后第2天就放晴了。花少丝路记也是同样，就是我们抵达克罗地亚，飞机落地前一刻暴雨，到坦桑尼亚，因为今年的动物迁徙的时间往前提了，就当地守在那个地方看角马过河的那一群向导告诉我们，前面的1周每天只有10几只角马过河，但是当我们去的时候就成群的来了。所以这是我觉得就是花少算是一个被旅行之神眷顾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媒体的这个提问环节我们就到这里了。那我们最后就是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吧。3、2、1，花儿与少年，说9就9。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并参与花儿与少年话题讨论，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上微博搜索话题，和花少团一起晒旅行足迹，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花儿与少年6，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合作媒体凤凰新闻，特别合作美颜相机，途家讯飞输入法，高德地图 YY 直播。